哎，你经常被人问的问题啊，除了说你几岁啊，好不好吃啊几时结婚啊，有没有人问过你哦？你几时要开餐馆的？有很多人问我，哎，你不是很喜欢去 cafe 吗？这么你不要开啊？你吃过这么多，这么你不要开？是我，可是不一样的哦可是你反应也是很激动一下啦，不要这样。我也是很多人问我的，我的答案就是我组织货架不一定要开餐馆的。我们很 enjoy 吃，可是是真的不一定要做生意的。而且重点是我们都没有很多钱呐。对，而且做生意跟拍摄真的是两回事哦。OK， 我们应该要向一些艺人哦取经，哈因为最近很多艺人都开了餐馆呢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的那个方向有点错误啊。我们直接到他们的店去吃就好。 OK 也可以，好哎，到了，所以到了。那这一家呢，他的这个老板呢也是很厉害的哦，出道很多年，比你还多年。真的。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噔噔，啊，老板娘就在这里啦，微微，小薇薇。哎，童星出身，然后现在也是蛮有名的艺人呐。哎不要这样子对，然后现在你就开了这一家店，叫做贾宝你贾宝你。不是假包你，我的意思是假堡垒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家应该是火锅店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到很多料啊不是。我的店不是火锅店，我的店是可以给你自己选配料，然后我们帮你煮冬阴啊、清汤，还有潮汕粥，全部都是北马的味道。哦，所以那料就在这边了。这里，啊，哇，有很多啊丸子啦，有肉碎啦，对，有这个红枣鱼。所以你这边的卖点是什么？我这边的卖点就是新鲜，我们还有一个招牌，等一下有要介绍给你们的，就是龙虎斑。噔噔噔噔，这个对对对。哦，粥啊，放在粥好吃哎。放在粥就是特别的潮汕粥，我们福建人或者潮州人叫梅。我们等一下就要试吃了哈，做好吃点哦。夹多一点，哎，我们自己夹哦。我们可以夹了。爱心煮给你。好啦，谢谢。谢谢。火辣辣、清新的都有啊，这里。而且刚刚我自己夹的配料哦，加入那个鲔鱼面啊，这个tom yum面看起来就是很好吃了。而且这里还有卖咖喱鱼头，还有烧鱼的哦。而且你看看我的清汤，一点都不单调，Amazing！快点，我们快点吃。我先吃我的冬阴面，哎，你确定你不要你太迟了，因为要先从清汤喝起。没有关系啊，它的这个冬阴汤哦很好喝，下足料，因为喝下去哦，你有 feel 到它是用了很多姜花或者是香茅其他香料把它 blend 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加一些阿三膏这样子，所以它是酸辣的，它不至于很像那种泰国的冬阴汤，可是它绝对有北马的味道。酸辣甜的味道综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开胃，而且它是比较偏中式的酸甜，然后够辣够酱。我要讲一下我的清汤，它那个大骨熬出来的那个甜，还有加上那个沙葛，很够味，想象得到很清甜哦。而且不会像那种好像如果你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吃清汤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哦，是在你胃口很好的时候非常适合吃的清汤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它纯粹只是猪骨汤哦，它没有加沙葛啦，你会觉得说它是不够鲜甜的。可是这个汤哦，我是觉得它很温和。如果你叫冬阴汤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用鲔鱼面，因为这个面哦，刚刚欧里说它不是油炸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非油炸，然后它又是 QQ 的。很有弹性啊，然后吃下去口感很好。这个清汤你要配搭它的粗米粉，很滑溜，很鼓溜啊，这样子就吃进去了。你有吃到它的鱼肉吗我的是炸鱼片哦。 ？OK， 我吃的那个是红枣鱼啊，真的很厚实，还蛮新鲜的，不会有任何的鱼腥味，可是吃下去很扎实，而且吸收了冬阴汤汁啊，很够味哦。这个它虽然是炸的放在汤里面煮，可是你吃的时候依然有炸过的香气，而不是油异味哦，而且真的是很厚实哎。他们还有放那个炸蒜头碎啊，对，这也是北马他们的一个特色，喜欢放炸蒜头碎，而且没有炸葱，是炸蒜头。对，所以它也是有另外一种香甜的味道啊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啦，你加任何的配料，丸子都好啦，海鲜都好，
都很搭。还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是因为料是你自己选的，然后你可以依你自己的胃口、你的食量去挑。就好像你选老公、选男朋友这样，人是你选的，你不要后悔，你只能接受。你不要不吃完，哈，不要浪费食材。这个龙虎斑粥、潮汕粥啊，大家有听过吗？然后这个呢，它是用他们家的高汤，这个粥很清新，就是鱼粥哎，你吃起来感觉不像吃平常的粥，因为它是用大骨汤去熬的。这个龙虎斑啊，很新鲜，咬下去肉还是滑嫩的，这个掌握火候掌握的很好，而且啊，它有些部分是有很多那个脂肪的，它的那个皮啊，很 Q 弹，胶原蛋白，对，它根本就是海鲜粥。海鲜粥啊，对，没有，因为平时海鲜粥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虾对，可以加螃蟹，对沙冬那些啊，应该是可以跟你们讲可以加，对不对？微微点头。因为它是高汤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它比潮州粥又多了一点味道。然后当然这边也有烧鱼，还有他们的招牌咖喱鱼头。对，然后他们说没有用椰浆的哦，只是用咖喱粉拿去煮的哦。它刚才捧出来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闻到浓浓的咖喱粉的香味哦。很够味耶，有 home cook 的感觉吗？真的，而且很浓哎，落足料噶。好好吃哦，而且它是带一点点甜的。我是觉得带甜味的这个会比较容易接受，你就会很喜欢的。对，我很喜欢，而且这个鱼头的肉哦，很大一个，也是很滑嫩啊。这个老板娘会做生意吗？他这都跟你讲，因为她是明星店做老板娘啊。对，可能她就不知道成本了。他会算数吗？我是很担心。真的是这样大个的哦，哇，真的。还有一个最主要的，你来这里啊，如果你没有现金，你真的不用怕，因为它这边很多依我了。这边我们又学到一些东西了。什么？要不惜成本、啊。要大件กับ抵食啊，那种装潢哦，简单舒服就好，食物才是重点。北马的味道会偏清淡、酸辣，因为我们靠近泰国，然后再带一点点的甜，我们都会放一些炸蒜还有葱来点缀。这一些呢，都是我们在北马比较常的吃法。然后为什么我会把北马的味道带到来吉隆坡这里？因为我们本身很喜欢吃，所以来到吉隆坡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到处去找北马的味道，或者是槟城的食物。当然，也希望来到这里开店了以后呢，可以满足离乡背景的游子，可以吃到家乡味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们要开这个家宝米来自北马的味道的原因。那我们又来到鬼仔巷这一边啦。干嘛？我突然间想起，我和村长走过这条虹桥。不会啊，你跟村长好像很蹭哦。你跟夫人更蹭啊。是。对呀。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很适合来打卡的啦。对啊。因为毕竟哦，在吉隆坡呢，你要找到这样子古色古香的巷子呢，并不多，而且这边真的有很多美食。最主要就是我们有位好朋友的店开在这里。对了，这位艺人，相信大家都懂的。进来了，来，老板娘，很美的老板娘哦。很多人不是因为吃来的，是因为要看它。为什么你的店名叫做青青 Pandan Republic 呢？是我，因为呢，关于马来西亚的甜品当中呢，盘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，我就很想要用盘蛋作为一个媒介，跟外国的朋友也好，来推荐上我们马来西亚这个非常重要的东南亚香草之王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要年轻化，你知道吗？盘蛋有点成熟，这个名字。对，就盘蛋有一点俗气。就是华语的话，比如说你知道我的店叫香兰之家，或者是快乐香兰，所以我就想说用它的颜色青青哦。是。我的店的东西都是以马来西亚特色为主，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味道啊，本土的原料来自文东的姜啊、马六甲的椰糖啊、槟城的豆蔻啊等等，都是以马来西亚特色去研发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可以在这边吃到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味道。
最主要呢是在这个鬼仔巷啊，它非常有历史。对，这个房子本身呢已经是超过130年的历史，超过130年，超过哇！而且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说它虽然是老房子，我虽然翻新它，可是我把它的这些老痕迹给留下来，比如说那些电线啊，以前人的电表啊，还有那些按钮啊等等的，我们都还是 keep 着。我知道这边还有一个以前的那个很重要的立德呼声的那个开关哦，又有哦。对，还有，只是把它漆成白色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来这边呢，你们就尽量拍照，尽量打卡，然后 hashtag 它亲亲，把它立上来就可以了吧。我们2了，有什么好吃的你设上来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走。走，我们上去。喂，你好了没有哦？哎，这里的食物啊，真的是很漂亮啊，果然是一个很漂亮啊打卡的热点，打卡圣地。因为没有人哦，会用一个托盘，又装着一碟咖喱鸡饭，擂茶又是，然后那个龟又是，而且它的你看牛鸭龟哦，很多的那些造型。哎，你以为它的名字是假的？青青也是代表文青的一种，懂吗？难怪我一进来我就觉得我不正常了啊，很文青了。等一下，文青和不正常没有划等号，是你罢了，他罢了。现在外面的阳光在照射进来哦，我们又在这边吃东西啊，这整个氛围是很美、很有气质的，对不对？再加上 Orange 陈慧甜，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哎呀，大家有看新闻啦，不要讲。哎呀，害羞啦！哎呀，来啦，来吃。那我这个咖喱鸡饭呢，是莹莹的妈妈煮的哦，是充满了爱心呢。而且最主要是比那 home cook style。真的很 home cook style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该有的香料材料它都有在里面，可是不会很辣，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妈妈在家煮的咖喱鸡的味道是怎样的？调味刚刚好，它是温暖的，而且鸡肉还有香味。哦，当然了，要选好的鸡，大家吃着进肚子才会舒服。这个咖喱饭哦，如果再加一点那个nasi lemak啊，那个花生啊，江鱼仔就 perfect 了。它真的就是要做简单的。那简单又有黄瓜，这个不是nasi lemak的配菜咩？等一下，黄瓜很简单罢了吗？有多复杂啊？就是你们都不明白，你们都不明白。等一下，你不可以把你喜欢的那些人嘛和咖喱饭放在一起的。然后我这个呢，我跟你说是3菇，就像我们这里的大厨叫 recipe 擂茶，而且我要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它的渣，它是很纯很浓的嘞，所以你吃下去你不会觉得稀稀薄薄物啦。它擂茶放的不是白饭，是糙米饭。真的非常的浓，色香味齐全，不会让你觉得苦涩，咸香味也够。然后呢，吃起来就是有很多九层塔啊，那种叶子的香气在里面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我刚刚吃的那口哦，应该有甜菜脯在那边。对，还有放很多菜脯。突然间那个甜味哦，哇，让我精神为之一振。你要搅一搅才吃。是，可是它擂茶真的是很香，很好吃。它有放这个菜豆啊，有这个豆干啊等等的。你这样子把它捞一捞，一口下去真的是哇，自然的香气从你的嘴巴冲出来。哎，有些擂茶是没有放那个美豆啊，这个有，这个很好吃哎。接下来我们要吃这边哦，最早推出的牛鸭桂，他认真去学习做牛鸭桂哦，这个精神已经值得一赞。你知道从一开始啊什么都不会，到现在哇，没有它不行哎。莹莹，好色料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牛鸭桂啊，它的外皮哦不会太厚，可是又不会薄到它没有口感。里面包裹的馅料啊，让花生跟那个糖啊炒到很香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我一定要提一下，你如果来吃这个牛鸭桂哦，它是3个一 set 的，对，所以你可以任选啊。好，还有一个一定要大力推荐的，就是这个 cheesecake。Gula Melaka。pandan cheesecake 啊，他自己研发的哈。Gula Melaka的味道真的有出来哎。我要很文静的去说这句话。妈呀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？吃到我魂不守舍了。等一下，你看我要翻白眼了。你在鬼仔巷讲你要灵魂出窍，真恐怖你知道吗？是真的很好吃。你想想看 ，cheesecake 它用gula melaka，甜中带点咸，然后还有那个班丹的香味，而且它的 cheesecake 哦是那种很滑的那一种啊。那我觉得这个口感是很好的。我自己觉得它gula melaka真的是有没有在跟你
客气的放很多，因为这个你一放进嘴巴，你就可以吃到乌拉姆拉克的香气，而且真的是蛮独特的，就是它还有掺了班丹嘛，所以这两者呢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它真的有那股魔力耶！刚刚我再吃一口，你看我又这样子僵着了。你真挺不大好啊！对，它下面那一边是什么？biscuit 还是啊？他说他有放特别 biscuit，哦还有一点独特的东西。它有放一点椰丝在里面。因为我们吃不到哦。这边的所有的美食啊，都是要用手工去制作的。所以有时候可能哦，它的那个量啊不够多，应付很多来这边吃。你们的 addition，所以你们自己哦，真的是早点来哈。而且啊，饮料我一定要讲一下，除了可以喝咖啡啊，可以喝 soda drink 啊，还可以喝茶。吃完了下去吃 ice cream。哦，差一点忘记了。很滑哎，真的很滑。为什么呢？ice cream可以这么滑？它的这个 caramel 的味道很香，而且它那个奶香味也很浓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真的完完全全用牛奶下去做真的的哦，很香，真的。而且我们牛奶来自 New Zealand。这里的这个常青树呢，就是班丹的 soft serve，只不过我们今天来的是刚好是期间限定嘛，所以如果你下次来哦，你遇到班丹真的不要错过。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期望吗？里面的 operation 都好了，我就要做手信了，就是伴手礼，大家可以带走。祝福你。好的，谢谢。是不是真材实料？是不是真材实料？真材实料每一样东西都真材实料，我跟你讲。我喜啊，我喜啊。接下来这家餐馆的老板呢，其实我们两个人也蛮熟悉的啦。哇，他真的是超级邪咯，什么鞋？斜杠青年，他真的跨足很多领域哎。是啊，他是 DJ， 是演员，而且又是网红，然后又投资很多房地产啊，现在又开店，然后最重要是他有很多女朋友哎，我要跟他请教一下。算了啦，你放弃啦。他这一家餐馆呢，感觉上是属于有一点西式，在餐中式的啊。来，我们来开好，Welcome。哇哦，很简单，可是又不失可爱，绿意气质盎然。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朋友，这位艺人，他不要出来招呼我们呢？哦，就可能感情没有跟我们这么好吧。算了啦，OK，算了啦。很香的 smoked duck，哇，很肥美耶。哎，这边的西式真的很广哎，你看还有这个童子鸡，讲意大利饭，还有 ribs， 还有 lamb shank。对，哇，天哪，看起来已经很好吃了。真的，难怪有人在这边举办 party 啦，因为这选择非常多嘞。哎，到底这一家餐馆的艺人是谁？他也不要出来啊。等一下啦，不要太心急，我们先吃东西好不好？随便来。来，先吃这个 smoked duck。哦，煎得很香，很这里的美老板耶没有跟你客气哦，他给你的是非常厚实、很肥美的 smoked duck。喂，哇，这也是有一个很欢迎光临厚实的人，掌声欢迎小薇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。我刚才在后面厨房洗着碗碟。哈哈。你拿什么出来给我们吃？蛋糕这样哎。哎，这个叫做猪油炸披萨。有一点太过分了啦，而且这个是很中式的哦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知道吗？刚你在拿在旁边的时候，那个猪油炸的香味，对哎平时都是放这么多的。对啊。哦，所以刚刚你嗅到阿威有猪油炸的香味。我就觉得奇怪，是不是他在厨房炸东西，然后出来就有猪油炸的味道？哎，我没有想过哦，它这样小小一片，可是它的香味是好像大片的一样哎。我吃完了。我刚才就我第二个。我刚才就是很害怕，我会自己忍不住。对哎，这个披萨啊，我一定要赞你们的。它的外皮很脆，然后它没有什么甜味啦，就是咸香味啊，因为他们用的就是那个 mozzarella cheese。就只放摩瑞拉去。哇，吃得醋当然哦。啦，然后还有那个番茄酱，其实它没有太甜，主要是吃 cheese， 还有那个炸猪油渣的那个香气，还有鸡蛋，所以它味道哦就是很专注啊，然后你完全是忘记了隔壁的人。刚刚我就是进入那个境界，好厉害！他常常吃了，他就会自己有一个小宇宙。他跟平常的披萨已经是不一样了。然后呢，他没有让它太复杂，就是只要
专注在 mozzarella cheese，对，我们的 chef 哦，他特别设计这个饼皮是每一次我们自己做的，而且是不厚也不薄。对了，这样子你就不会吃到很重的那个饼皮的味道。赢了咯，这个披萨就对，而且但你可以吃到一点面粉香，还可以有那种脆度在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放半生熟蛋是赢了，只要把那个蛋黄一割开就哇，这个山洪爆发。这个确实是中西合并啊，真的，很 fusion 啊好吃好 OK， 吃。这一道已经是过关了的。你会常常在这个店里面招呼客人的吗？会啊会啊，有时如果你看不到我在这边的话呢，然后我就是在厨房后面洗碗。你知道你就是跨越很多领域啊，但你要怎么你们？你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娱乐圈艰难揾食啊，很难找吃啊，什么都要做啊。跟他家就一直找到好吃的了。哎呦，我想哦，还要再收徒弟嘛。等一下，好食噶！因为如果我不给这么浮夸的表情，我觉得我对不起这片 smoke duck。我觉得它已经很 juicy 耶，很它虽然香啊已经是很香啊烟熏过，平常烟熏过它是比较干些，可是为什么它可以煎了过变成这么有肉汁啊？它的外皮有一点脆的，平常吃的 smoke duck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口感，然后里面它的肉很肥美。有弹性，有一点水分，然后最重要，它 smoke 到它的味道很香，然后不会太咸。在我们这边呢，都是给厚切，而且呢，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很像手蒙蒙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真的不会瘦瘦的，然后还有配上它就是瘦瘦柴柴，瘦瘦柴柴是一种 fashion， 你不知道吗？它下面的配菜哦，有这个白豆，对不对？对，white beans， 还有放这个 balsamic 去调味，就是那个醋啊，哇，很香嘞，有点酸甜这样，这个又很开胃。我觉得它配的很好，是因为呢，就好像我平时比较少吃肉的话，我想要吃点 salad 的，那我可以叫一份，然后喜欢吃肉的朋友可以吃 smoked duck， 然后我就可以吃下面的豆，还有那个蔬菜。哎，还有很多美食哎，但我就吃这个童子鸡，那个是很特别的，会吃哦，因为它里面是有 risotto 的。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他们用的那种米饭就是比较厚的，这个呢，我们厨师的这个理念呢，就是让那个童子鸡的精华呢吸收在这个米饭里面。因为 risotto 原本它的那个饭的颗粒就是比较厚，然后它现在放在里面，它整个粘在一起的时候，有点像吃糯米的口感，可是没有糯米这么的绵，但吃的时候还有那个香菇那种菇类在里面，然后又不重口味的。这猪肋骨呢，其实看起来烤到也是真的很香啦啊！是它有放了那个法式料理很喜欢用的酱料，叫 demi glaze， 一种很浓郁的 brown sauce， 烤到有点像叉烧的那个口感的味道。哎，对，咸香甜，咸香甜这样。是，然后难得今天我们可以跟你这边相聚啊，是，一定要问你了，一人开餐馆哦，一定要注意些什么？我觉得是合作伙伴很重要吧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这个店那边，对，所以我的合作伙伴呢，他们是真的实实在在都是 F&B 的人，你真的很 lucky 了，真的，因为我们看过很多成功，也有一些例子哦，对，所以真的必须要很努力。可是我们看得到你的用心啦，因为我吃下这个猪肋骨，它好像变得肉干这样啊，真的有肉干的那种烤过的香气，而且呢，它有一种甜甜辣辣的酱在上面。对，就是那个 demi glaze 有这种，是因为呢，其实我们的 chef 呢，他也有自己 modify 了一点啊。毕竟呢，如果你是吃到那种经典的传统的意大利或者是法国餐的，他们那种酱料呢，不是那么适合本地人的口味。所以我觉得你开这家店是成功了的。谢谢，真的要好好的坚持。有你们的加持，我就可以发达了。我希望了，你一定会发的，发啦！当然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美食、什么餐馆呢，记得 email 给我们，有机会我们一定去介绍、推荐给大家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继续吃，来。